钢梯的尽头不是希望，是地狱的入口。甜腥的空气粘在喉咙里，每吸一口都像吞下腐烂的梦。陆晨的烙印灼热脉动，与深渊下的某个存在疯狂共振。阿九突然停下，盲眼望向他，声音颤抖：他醒了，因为我们来了。他们站在一个巨大的圆形大厅中央，头顶20米高处隐没在黑暗里。大厅中间是个破碎的巨型玻璃培养槽，里面残留着碳化的难以辨认的巨型有机物残骸，墙壁覆盖着厚厚一层发绿光的苔藓，甜腥味浓得让人作呕。阿九平静地说：第13号生态观测站，他们在这里培育母体。苏洛枪口扫过每个阴暗角落。母体。阿九走到控制台前，擦去灰尘，露出识别面板。他将掌心那个荆棘双螺旋印记按上去，面板滴一声响，大厅四周亮起暗红色的应急灯，主屏幕闪烁几下，亮了。扭曲的画面跳动，伴随断续的漏音。记录2025年11月7日，原始菌坦活性突破运质共生模式失败。它的改写培养基的基因序列不对，它在反向解析我们的基因锁。警报，隔离协议失效 ，B7 区沦陷。他学会了模仿，他在制造拟态体。画面定格在一张极度惊恐的男人脸上，他对着镜头嘶吼：它不是植物，也不是真菌，它是某种集体意识的载体。我们唤醒了不该醒的。录音戛然而止。录音结束的瞬间，绿晨左手烙印剧烈灼痛，辉光炸裂，混乱的感知洪流冲刷他的大脑。他看见无数扭曲的拟态体在这大厅蔓延吞噬。他感觉到大厅更深处，某个更庞大、更古老的存在正在缓缓搏动。他的意识透过空气中的孢子，触摸着他的烙印。阿九转向他：你感觉到了？你和他有联系，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烙印不一样。你的钥匙可能来自更早的污染。苏洛枪口瞬间指向阿九：你早就知道，你带他来这里是为了验证你的猜想。阿九平静地说：为了活下去，它是最大的变量。只有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才知道该怎么逃。陆晨单膝跪地，右手死死抓着左手手腕，额头青筋暴起，冷汗直流。那股惊渴感又来了，比任何一次都强烈。他的目光死死盯住阿九掌心那个幽绿的印记，那印记对他体内的某种东西散发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陆晨，苏洛厉喝：控制住！但陆晨瞳孔微微扩散，眼白边缘蔓延出蛛网般的灰色血丝。阿九后退，将手掌藏到身后。不要让它碰到我，我的印记是稳定剂，如果被污染……他的话没说完，陆晨动了，不是他的意志，是烙印驱动的纯粹的掠食本能，速度快得只剩残影，左手如电般抓向阿九的手腕。苏洛开枪射击地面，试图阻拦，但陆晨预判了子弹，身影扭曲折转，左手突破格挡，狠狠扣住阿九的手腕。两个印记接触，发出怪异声响，辉光与幽绿光剧烈交织、冲突、融合。啊！阿九发出凄厉惨叫，紧闭的眼皮下渗出暗红色血粒。陆晨僵在原地，海量的不属于他的记忆碎片蛮横地冲刷进他的意识深处。他看见冰冷的无影灯、束缚带，穿着全封闭防护服的研究员，一个又一个孩子被推进实验室，注入不同的药食样本。大多数孩子死去，身体扭曲成肉块，少数几个活了下来，被编号。他是第9号适格者，他拥有强大的神经感知和与母体残余的链接能力，但双目因过度变异而永久失明。他们是诺亚方舟计划的候选者，记忆继续翻涌，实验失控，母体暴走，拟态体肆虐。阿九逃出实验区，躲入地下网络活了下来，直到灰雾降临。记忆的最后碎片是阿九看到的一幅画面，无数的眼睛烙印汇聚成灰色河流，河流的源头矗立着一扇巨大的由蠕动灰色物质构成的门，门上有一个他无法理解的复杂几何符号，而那符号的核心结构竟与陆晨烙印深处的纹路惊人相似。记忆到此，阿九用尽最后力气嘶喊：陆晨，你才是门！砰！苏洛用枪托砸在陆晨后颈，链接中断。陆晨和阿九同时瘫倒，剧烈喘息。陆晨脑中塞满不属于自己的记忆，但烙印的饥渴感奇迹般平息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保障感和一些模糊的关于引导烙印力量的碎片知识。还没等他们恢复，嗡！整个大厅发出低沉嗡鸣，发光台鞋亮度骤升，变成刺眼的浅绿色。培养槽底部的碳化残骸开始蠕动，裂缝中渗出粘稠的甜腥的灰色半流体。
母体残余被激活了。阿九虚弱地说，脸上充满恐惧。是我们的印记碰撞惊醒了他。苏洛一手拽起阿九扛在肩上，一手拉起陆晨。能动吗？走哪边？陆晨甩甩昏沉的头，烙印给的方向感指向一扇标着核心数据库紧急通道的气密门，门上指示灯在闪烁。那边。三人冲向气密门，身后的灰色物质涌出加快，朝着他们流淌，腐蚀的金属地板滋滋作响。就在陆晨试图拉开门栓时，气密门自动划开，门后是个小房间，中央是个透明维生舱，舱里躺着一个穿着诺亚研究服，仿佛只是睡着了的中年男人。控制台屏幕亮着，欢迎第9号适格者或持有原初钥匙的继承者，我甄远山，诺亚方舟计划首席，再次留下最后的日志语警告。身后的腐蚀声像死神的倒计时。陆晨冲到控制台前，屏幕播放预存视频。陈远山语速极快，会晤是原始军团研究的失败产物，扩散被后来者粗暴改造武器化的结果。方舟计划目的是共生，云朵计划目的是筛选与取代。他们筛选出稳定共生的个体，改造成可控制的士兵或劳动力，不稳定的就会被净化。但是有个巨大变数，我们提取的原初钥匙样本遗失了一份。如果后来者得到了它，并混入了孢子库，那么感染者的变异将完全不可控，并且……陈远山死死盯着镜头。他们体内的印记可能与原始军团的深层意识产生共鸣与链接，他们可能成为母体苏醒的坐标，或者开启某种通道的门。影像中警报大作，陈远山面露绝望，快速说：“我让自己低温封存，找到原初钥匙的原始样本，或者找到那个变异最深、与母体链接最强的门，可能是终结这一切的关键，或者是灾难的开端。小心后来的。”话音未落，影像中断。身后培养槽彻底崩裂，灰色物质汹涌而出，凝聚成一个令人作呕的庞大轮廓。它要形成拟态母体了，快拿数据跑！阿九嘶喊。控制台弹出一枚黑色储存芯片，绿晨一把抓起。苏洛踹开通风管检修盖。这边。三人钻入管道，苏洛用手雷炸他入口。在狭窄管道中爬行，绿晨握着滚烫的芯片，脑中翻腾着陈远山的话，阿九的记忆，女儿小雨的梦话在耳边回响。爸爸，我梦见一个灰色的太阳，上面有好多眼睛在眨。妻子林婉失控前的眼神充满恐惧。琛，我脑子里有小雨的声音在唱歌。一个冰冷念头击中他。如果污染是随机的，如果链接能通过血缘传导，为什么最早异常的偏偏是他的家人？管道前方传来水声，似乎通往外界，但陆晨的心沉入了冰窟。他可能不只是门，他们一家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一枚特殊的棋子，而现在执棋的人要来查看棋子的状态了。